这不是讲学的钟声，是备战警钟。不好，太学院有大事发生了。走，快点去看看！走。好一派超然于世的气度！万物化生，太极问道，是道门。道门，道门作为正道第一大派，历史悠长，底蕴深厚，素来隐居昆仑山，为何突然来我太学院？久闻太学院是天下第一学府，广揽天下才子。道门丹阳子携道子林轩前来问道。这是什么？看看。这是在堵门呢。除非有深仇大恨，不然谁会用堵门这种手段？打太学院的脸，打国师的脸，打我延康国的脸。肥妻，玉秀妹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可是太学院皇子院的世子，自然得来看看。道门是正道第一大派，这次现身非同小可。若是太学院无法逼退这二人，只怕他们离开之后，道门便会造反了。凭借道门的声望，他们是想攻心。京城外面有各派趁机作乱，还打着讨伐国师的旗号，但京城里面还见平静，民心向背，一目了然。要攻谁的心？国师的心，天下人的心。国师将天下绝学收归国有，但如果聚集诸多资源，教导出的士子仍不如道门弟子，那这变法还有何用？届时父皇如果不诛国师，便会失德，失去人心，天下宗派悉数造反。这不只是攻心，而是诛心啊！诛人心向背之心。丹阳子，这是何意？道兄，天下大势滚滚如潮，久闻太学院聚集天下道法神通，国师要用太学院来取代天下宗派，道主便派我来看看太学院是否有这个资格。道门一向超然，如今也坐不住了吗？我道门不求振兴本教，只求天下宗派不会成为延康国的附庸。3日内，太学士子皆可前来挑战。若道子落败，则我道门再无脸面反对国师。若3日内没有人打败道子呢？那就证明国师的变法无用。若皇帝和国师坚持违抗神谕，为天下换一位新主，也未尝不可。我明白了。太学士子听得号令，3日为期，无论修为高低，皆可下山挑战道门道子。太学院输了，道门便要天下换主，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啊！大师兄，我们世子居不如身先士卒，替太学院争得这个脸面。
我倒要看看斗子实力几何。道门凌轩，六合境界，自封六合神藏。他出招了吗？只打个照面的功夫，就连伴我世子军数10人。看不出他的剑招的，最好还是不要上场。二皇子殿下，二哥，二皇子殿下，二哥，道子哪来的剑？道门以道剑闻名于世，道子臂间的那柄拂尘，便是他的剑。对付世子居的五要境世子，一根沉丝足矣。接下来，去前线历练的神通居高手，也该回来了。青龙军镇威校尉昆子羽，敢请道子赐教。道子既是六合境，我便自封七星神宠。神通居的昆子羽，他也从边关回来了。镇威校尉是6品，看来他在边关搏杀，立功晋升了。青龙军，严康国这是在以练代学，培养官员呢。等太学士子离开太学院，便可直接授予实职，派到地方上或军中为官。道门道子，今日我以国师所传4项战阵其中剑招，向你讨教一样。坤师兄，我俗名凌轩，请。破开百魔图的4项战阵。这下我们赢定了！阴阳道眼，你的剑仍有破绽。国师所创剑法果然高明，可惜你不是他。即便身处乱剑之中，仍能一眼看破昆子羽的破绽。好一个道门道子！放牛的，你能胜过道子吗？丹阳子师说，我看到一个厉害人物，他的眼睛比寻常人多出2层眼瞳，似能看破我的虚实。心如止水，不为外动。严康国师号称神下第1人，他设立的太学院中自然有些厉害人物。倘若是山门前交锋，他封印了6合神藏，
我与他的胜负在5-5之间。吹牛！你与他在5-5之间，岂不是说你比西星境的昆子羽要厉害？倘若不是正大光明的交锋呢？你的胜算又有多少？生死搏杀不择手段，他没有半分胜算。其实我很强的。哼，5-5之间，你怎么还不上去？我为何要上？我只在寒光殿听了1堂课，没有学到太学院的本事。就算打赢了，又证明不了太学院的厉害。我是大虚器皿，你们原本就想赶我走，怎么现在又要我替太学院出头？太学院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匹敌凌轩道子的天才？二哥，你做什么？七妹，于延康，我乃5品游骑将军；于太学院，我亦代表了皇子院。我必须赢下这场，好叫天下知晓，我们凌家是打出来的皇帝，不是靠文武百官捧出来的皇帝。延康国2皇子。皇子院世子林玉书，请道子赐教。九龙地皇功，五龙绞杀。你们皇室的功法很厉害。那是自然。我二哥可是在战场上实打实赢来的5品官职。玉秀妹子，你二哥要败了。道门先天太玄功，果然玄妙。是我输了。二皇子身上聚集了延康最为上等的资源，仍敌不过道子。剑法、瞳法、元气、法术，道子没有任何破绽，怎样才能赢过他？你们天禄楼是干什么吃的？这么多年都破解不了道门功法吗？那也比你们天音阁、化生阁强。正事不做，天天叫世子奏乐弄墨。爸，世子居世子，神通居世子，皆被道子击败。都怪你们这帮老古董，道法神通跟不上时代，好好的苗子都被你们祸害了。都是你们这些武宣奸臣无能，教不出好世子。老东西，分明是你们连太后都治不好，还得靠毛头小子去治。都消消气，当务之急是解决道子。太医殿的人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怎么不见你们派世子出战？每年打着炼丹的名义领那么多俸禄，也不见你们栽培出什么厉害角色。二皇子也输了。调息吧，短时间内没人敢再来了。师叔，太学院非常可怕，这些太学士子每一个都算同境界中1等1的强者，而这样的强者在太学院中比比皆是。强盛如我道门，也只能倾力培养出个别如你一般出类拔萃的弟子。
假以时日，这些太学士子成长起来，没有哪个教派能够与之抗衡。所以在那之前，我们必须摧毁他们的信念。启禀大祭酒，小半日过去，无人再上前挑战。看来太学士子已经被道子打消了一身的锐气。不如尽快上报国师，让国师弟子前来，说不定可以击败道子。胡闹！我是祭酒，国师弟子是国师按照旧俗独自栽培出来的，跟那些宗派没有区别。打败了道子又如何？只能证明太学院无能。此事传扬出去，道门必定造反。道门反叛，天下正道皆反。你是祭酒，那你说该怎么做？怎么做？怎么做也比你带着弟子天天窝在青阳殿念经修禅强。你要是把天洛楼那些道法神通念个遍，说不定早就研究出克制先天太玄功的方法了呢。请国师来吧。国师很久没有在我们太学院开讲了吧？你是说让国师前来传授剑法神通，然后让太学士子击败道门道子？3天，只有3天，老爷子，国师3天能够教出一位战胜道门道子的天才，哼，你信吗？信。霸山，你不要小觑了国师的能耐，他毕竟是神下第一人。你见过我的伤口，现在将伤口弄出来。国师怀疑太学院里有反贼，何不多带一些高手，这样才显得没有信心。太学院这么大，自然会有几个反贼隐藏其中。不过这里是京城，谁敢在这里杀我？瞒过反贼耳目而已。你也随我同去，见见你那位师弟。200年前，延康国师横扫天下，可200年过去，无论是国师自己还是太学院，始终教不出第2个国师。变法自太学院而生，也将自太学院而衰。大祭酒盛情难却，我开坛讲剑，只讲2日，不谈其他。不是3日吗？堵门3日，现已过了半日。若是讲学也要3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国师，请。奇怪，国师面上有些潮红，比起病态，倒更像是涂了婆婆常买的那种胭脂。身上还有股若隐若现的血腥气。这么久了，伤还没有好吗？还是说他在装病？
何谓剑？有人说剑有万千招式，也有人说剑只有14招，谬论也。剑若是被固定，那就不再是道。如果不止14招，那么天下所有剑法都将出现新的可能性，必须重写重造，否则就会破绽百出。难道延康国师？我在14招剑式的基础上，开辟出3招新剑式，创造大六合剑法。这2日，我便教你们这3招新的基础剑式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你们忘记剑的形态。剑可以是生，可以是光，可以是元气，可以是眼神，可以长，可以短，可以柔软，也可以坚硬，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攻击。你们能够忘记剑的形态，便可以学习我的剑式了。第15式，剑气无垠，绕剑式。以往的剑式都是线形出击，绕剑式却是面形，以天地4方为界，这就是大六合剑法。好奇妙的想法，难怪是神下第1人。诸位世子，你们可以元气化剑，施展一遍了。施展，我连看都没看清，更别提学会了。算了，先把国师的话记下来再说。放牛的，你学会了吗？他们的元气丝都很纤细，化成的剑气也细如发丝。可我的元气丝，不行，这样粗的剑气太不灵活了，不方便施展。或许我可以试着用绕剑式，将我的元气丝分解。这小子鼓捣一根棒子做什么？七年元气深厚，悟性却一般般。成了，终于成了！我终于练成了元气丝。我终于练成了元气丝！他练成了什么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这就是我那位小师弟呀。炼气成丝，是控剑术的基础。那混小子连元气丝都没有练成，是怎么进太学院的？啊？贿赂哪位考官进来的？霸山祭酒刚从前线归来，有所不知。他名叫秦牧，是个大虚器皿。他打赢凌云道人后，被陛下钦点为天子门生。凌云，你放水了！皇帝也受贿了，真是个大嘴巴。师尊也忒无能了些，竟然寻了个呆头鹅，一看就很好欺负。
剑藏于气，剑气交绕，有点意思。现在，我来传授你们第16式：剑无常形，游剑式。剑在空中飞行不受限制，剑的形态也不受限制，因此剑可以游，如蛇游，如鱼游，如龙游，如凤凰翱空，如天神倒空。何必拘泥于前人的基础剑识？这样的思路，不只可以改变剑法，更能改变天下所有的作战方式。这就是祖师说的新时代吗？太学院，我真是来对了。丹阳子师说，山上讲学的人是延康国师吧？我只隐约听到他1、2句话，便大为受益。或许他治学变法，是真想推动神通道法发展。我们又何必堵门？听其言，还要观其行。延康国师天纵奇才，早年他向道主求学时，道主也期许他会成为500年一出的圣人。只是倘若他没有成为圣人，反倒作恶呢？作恶？他狼子野心，要灭天下宗派，这是其一。其二便是，他竟然推行天魔教的教义，假圣人之名，行魔道之事，实乃我正道大敌。正邪不两立，他与魔道为伍，越有才华，威胁越大。他开设小学、大学、太学，确有益处，但也有弊端。你身为道子，自幼受道主教导，倾道门之力栽培，方有如今造诣。那些学院的奸臣，能有道主的本事吗？能教出道子这样的人物吗？他们的士子大部分毕生庸庸碌碌，只知道学和用而已，无所作为。我与士子们交手时也发现了，看上去人人皆是高手，但招式却如出一辙，就像月饼一样，是一个模子烙出来的。神通道法是天才推动的，延康国师看似让更多人得到修炼的机会，实则断了天才之路。宗派有宗派存在的道理，他若意识不到这一点，我道门誓死与他为敌。第17式：剑无尽处，钻剑式。剑尖飞速旋转，单剑可破一切金刚身等防御法门，多剑齐发，则无坚不摧。放牛的在梦游。沈师兄勤修苦练，值得学习。器皿连睡梦中也不忘修炼，值得我学习。我给这些士子留下半日的休息时间，之后的事情便有劳大祭酒来处理了。国师慧眼如炬，这次可曾发现什么人才？可我剑术者1、2人而已，大祭酒应该看得出来。对了，你真的要辞官而去？命不久矣，不必再贪恋权势了。你何时贪恋过权势？你想要做官的话，这国师的位子我都可以让给你，只是你不乐意罢了。你是我半个师傅，你若是走了，我的道友又少一人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出生入息，死则散息。羽化登仙之时，你我也该分别了。天上真有仙吗？倘若你成为天上的仙，
看着你我缔造的这个时代，那该多好！祖师，国师讲学，你有何感想？国师的基础和我一样扎实，但他想人不敢想，做人不敢做。我跟着村长爷爷学剑，以为已经尽得剑法奥妙，没想到还有许多未曾学到的地方。学无止境是错的，唯有创无止境。一直学始终是学生，但是只要创造一招，便是宗师。我请国师来，为的就是给你传道讲法，还不下去？祖师一声令下，弟子敢不从命？哼，臭小子嘴上说的好听，人家堵门这么久，也不见你动弹。不给你好处，你能这么爽快？延康国师此行，想必就是为了栽培此人。道子，去吧，敌视延康国师，但不可敌视他的神通道法，以免局限了眼界。太学院秦牧见过林轩道子，我武药境界。道门林轩见过秦牧世子，我六合境界，自封六合深藏。用兵器吗？这剑器似乎是一品大员的佩剑，不用兵刃，只用元气。既然师叔这么说，那便不用兵器。秦世子，请。请。这是血了！以自己的力量，再加上我的，这一次还能化解吗？这便是延康国师所创的新剑式绕，真是变幻莫测。道子要胜过他，唯有动用镇教剑法了。道子毕竟是道子，即便将修为压至武药境，仍能以自身造诣催动神通。我道
门镇教剑法道剑14篇，一剑一篇，以浩然剑意，握运周天。啊！一点穿连后动，2仪内反复阴阳。他的每个元气丝，每个交织点，似乎都在沿着某种轨迹运行，能随时逆转阴阳。圆，谁都能画出来，但切分2仪的那条曲线，却需要无比复杂的运算。道子的术数造诣很是惊人。村长爷爷传授给我的剑法，神意可杀，神克伐鱼，约可。这是伐神的剑法。心中无神，方可成神；心中有了神，便再也无法成神。更遑论伐神，他竟已有了这般心境。此日楼台顶脉，他时剑履山河。道子，天世子剑法高超，不过我已根据剑气轨迹观测出你体内的破绽所在。左肩就是你的致命弱点。回他妈哈发扬！过度关注我左肩的破绽，才是你真正的背叛。凌轩道子，承让。道子，快服药疗伤。师叔，稍等片刻。多谢秦世子赐教，剑差一寸，徒有洞察之眼，却无破法之力，是我输了。道子走了，道门的人都走了，这场论道，太学院胜了。真的吗？道门真的被打跑了。真的吗？是哪位英雄出的手？实乃我辈楷模。太学院英才济济，不枉我们苦心栽培，不枉国师和大祭酒多年之心血呀！少给自己脸上贴金！击败道子的人是在国师讲学后出现的，与你我有什么关系？霸山说的不错，教出千里挑一、万里挑一的人才容易，但要教出天才，
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疼！百毒金蚕衣挡住了剑气的锋利，却化解不了剑气的冲击力。左肩的骨头还是受伤了。道门的人真小气，山药都不给我一份，连祖师也不管自家少教主了。你是活的？这么快就愈合了？这是龙血还是麒麟血？好药材啊！龙兄，麒麟兄，算了。龙麒麟师兄喜欢吃酸性吗？那黄梅呢？还是金柠檬吧，也特别酸。山上有一头大青牛，我看上它很久了，你能把它弄来吗？看来只有弄来牛才能骗来宝弦了。师兄放心，我自小放牛，还奈何不得一头牛吗？道门那帮人只认死理，不打得他们心服口服，是不会轻易离开的。看来太学院出了位了不得的人物啊！江山代有才人出，若是只靠几个天才来支撑门户，太学院便与其他宗派无异。国师有何良策？变太学院之法，用一个天才换一代天才。道有此行，可满3日。未满。太学院有如此能耐，却为奸人所驱使，造诸恶业。产子渡他们一程吧。这么厉害啊！到底是谁打败了道子？这可是件天大的好事，怎么没一个人承认？莫非是大师兄所为？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我2天不眠不休，一身实力施展不出8成，如何能击败道子？该不会是秦世子吧？秦世子身怀绝技，无论战技还是法术、剑法，都很不弱。怎么可能？那器民大呼小叫，说他才刚刚练成元气丝，他当着所有世子的面出了大丑，我们心中也很是爽快。只觉被他打的地方也舒服了，也舒服了。难道是皇子院的几位皇帝皇妹暗中出手？他们往日故作怯弱之态，实则隐而不发。二哥，放牛的不见了，肯定是他。那器民本事不坏，而且有神医之名，还救了祖母。但他毕竟是个大虚器皿，七妹不宜轻信。若是实在心上，赐他入宫做个内侍监便是，不可乱了尊卑。不好，又有2个人在山门前坐下了，好像是大灵宗的禅师，还有禅宗禅子。也不知道那牛是怎么得罪了龙麒麟，非吃不可。公子，钟声又响了，又有人来堵门吗？
蝉子修的是苦行之道，通过磨砺肉身来淬理禅心，凝成新如来。战斗的越久，新如来之相越是完美。大师兄要观察到什么时候？还不出手吗？大师兄终于出手了！太学院沈万云拜会禅子，我乃武耀境界。大雷阴宗福星，自封六合神藏。沈施主，请。分剑系。本我金刚身。此人本事不错，算是太学院1等1的高手。与禅子交锋10多次才落败，连大师兄都输了。少教主，能给你的功法都给了，国师也请过了，你还不去挑战禅子，是想让我请谁呢？皇帝吗？神之器民，朕未必弃；神可弃众生，朕不可。皇帝也是延康国1等1的大人物，他能来讲学吗？死了这条心，临阵磨枪1次也就罢了，还想有2次，我这老脸往哪儿搁？祖师，既然3大教已经到了2个，咱们天圣教是不是也该露露脸？我身为少教主，理应前去堵一堵太学院的山门，壮我教威。臭小子，你以为除了你，太学院便没有人能够击败禅子吗？听闻禅子名为福星，是因为有着一颗琉璃般的禅心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云香不才，便想做那尘埃，招惹禅子一番。祖师，既然3大教已经到了2个，咱们天圣教是不是也该露露脸？我身为少教主，理应前去堵一堵太学院的山门，壮我教威。臭小子，你以为除了你，太学院便没有人能够击败禅子吗？传我灭毒印！好的不学，学人家堵门。总是被别人堵门不是办法，咱们何不去堵别人的门？你出力吗？皇帝来开讲吗？滚滚滚！
这个混小子，力气不愿出，鬼点子倒不少。祖师不是很开心吗？这小子喜欢逗我开心，不愧是那几个老家伙教出来的。是啊，不如去堵别人的门。他们不是想造反吗？先把他们的脸打掉，让他们没脸造反。苦海无边，孽因业果，罪过。祖师，还有2个月，你便要退了。这件事只能让别人去做了。还有少教主，我离开之后，还有谁能看顾他呢？